大家好，这里是文澜小屋。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Rainer Sittelmann 的富人的逻辑。Rainer Sittelmann 曾任德国世界报高级主编，并在柏林自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央研究院开展社会科学研究。离开媒体和学术领域后，他进入房地产行业，创办德国领先的地产传播咨询公司，并以投资者身份参与市场实践。他既长期研究富人如何创造财富，也亲身验证了财富积累背后的商业逻辑。他的这本《富人的逻辑》讨论的不只是怎么赚钱，更关键的是钱赚到之后怎样不在错误的投资里亏掉，怎样一步步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资产。书里反复强调一点，赚到100万并不容易，但守住100万让它继续增长往往更难。书中把财富分成3个紧密衔接的环节，先创造财富，再把收入转化成资产，最后学会保有财富。他既引用社会学和财富研究的数据，也结合现实中的投资案例，讨论创业、自我效能、销售能力、消费习惯、储蓄纪律，以及投资中最常见的心理误区。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，看看那些真正富有的人是如何创造财富、管理财富，并最终让财富不断积累的。一个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，大多数可观的财富并不是靠固定工资慢慢攒出来的。针对高净值人群的调研显示，在净资产达到约240万欧元以上的群体里，创业者和自雇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单纯领取薪水的雇员。德国财富研究学者 Wolfgang Lauterbach 的调查甚至发现，在德国最富有的100人里，有98人是企业家，放到全球最富有的100人里，这个比例也达到 95.2%。 瑞士银行与普华永道2015年的亿万富翁报告还显示，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占比已经达到 66%。 这并不是说受雇工作就没有价值，而是说工资收入天然有上限，雇员不承担企业经营的最终风险，也就很难分享到那种非线性、指数级的收益。一旦想跨过这个边界，从领工资转向自己做生意，很多人最先冒出来的念头不是机会，而是害怕。他们把风险直接等同于赌博，所以迟迟迈不出那一步。但真正把财富做大的人，并不是无脑冒险，他们承担的是经过计算的商业风险。在净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人群调查中，只有1/5的人在过去1年买过彩票。也就是说，真正富有的人往往并不迷信撞大运。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在这种不确定环境里活下来做起来的，关键不只是学历和智商，而是自我效能 self-efficacy， 也就是你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复杂局面，解决棘手问题，把事情一步步推进下去。高自我效能的人面对困难时，不会第一时间想着我不行，而是更容易进入我来想办法的状态。正因为这样，同样一件旁人看来很冒险的事，在他们眼里往往只是一次需要评估、需要执行的普通商业动作。很多生意不是死在模式上，而是死在第一轮挫折到来时自己先不自信了。如果说创业决定了你有没有机会突破工资上限，那么接下来真正拉开差距的就是推销能力。专业能力当然重要，但在市场里光有专业能力还不够。很多行业的收入结构都说明了这一点，销售负责人往往比技术、财务、人力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收入更高。在大型投资银行里，负责并购交易的人报酬甚至会高过董事会成员。原因并不复杂，技术、医术、法律服务、软件开发，这些专业能力再强，客户也未必看得懂细节差别。一名技术非常出色的医生，一个水平很高的软件工程师，如果不会把自己的专业能力清楚地传达出去，不会建立个人品牌，不会让客户理解为什么要选你，那市场最终给出的结果未必会偏向最专业的那个人，而更可能偏向更会表达、更会成交的人。所以
推销不是油嘴滑舌，也不只是卖货，它本质上是把自己的价值准确传递给市场的能力。你要听懂客户真正需要什么，要承受无数次拒绝，还得在压力下保持稳定输出。尤其做销售的人，没有过去业绩可以永久兜底，很多时候每个月都得重新开始。市场结果直接决定收入，这种机制天然会把回报更多地分给那些敢正面接受市场检验的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不论你是不是职业销售，在现代商业社会里，几乎每个人都在推销自己。你推销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方案、自己的判断、自己的可信度。不会推销，哪怕你手里拿着再好的东西，也未必能换来好结果。很多人一提到富人，就会本能地把财富和不诚实联系起来。对富人是怎么致富的相关调查显示，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会把巨额财富归因于不诚实。但现实中的长期商业逻辑恰恰相反。安永对中型企业商业关系的研究发现，信任是合作关系里最关键的因素之一。信任越强，交易推进越快，沟通成本越低，合作也越稳定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经常失信，或者企业关键人物缺乏忠诚，客户关系往往会迅速流失。短期看，不诚实也许能带来一点便宜，长期看，他是在主动拆掉自己的商业信用。美国理财研究者 Thomas J. Stanley 调查了733名百万富翁，列出了影响财务成功的30个因素。排在第一位的不是高智商，不是名校背景，而是诚实对待所有人。财富积累本质上要依托一个稳定的信任网络，而信任一旦坍塌，往往几十年都补不回来。Warren Buffett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。1983年，他收购了美国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城 Nebraska Furniture Mart。这家公司由 Ross Blumkin 创办。在这笔交易中， Buffett 没有像传统并购那样进行详细审计，也没有逐项核查库存和账目，而是基于多年观察以及对 Blumkin 诚信和经营能力的认可，完成了一笔约6000万美元的收购。这并不是因为 Buffett 轻率，而是因为在长期商业关系中，诚信本身就是一种极高价值的资产。Buffett 曾表示，如果一个人缺乏诚信，那么他的聪明和能力最终可能会成为风险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很多看似聪明的欺骗，其实都是很差的生意。为了短期利益去作假、去撒谎、去钻空子，表面上是在赚钱，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的事业押给未来某一天的暴露风险。真正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，靠正当方式赚到的钱已经够多，没必要去碰那条随时可能毁掉一切的红线。真正困难的，往往不是赚到第一笔大钱，而是把钱留下来。歌手 Tony Braxton 唱片销量超过4000万张，拿过多座格莱美奖，2010年却再次宣布破产，累计债务接近5000万美元。拳王 Mike Tyson 赚到过巨额收入，到2012年时仍欠下约3000万美元债务。德国网球名将 Claudia Kohlkopf 在1987年赢得温网女双冠军，获得约200万美元奖金，退役后却分文不剩，最终在2011年破产。类似的事不止发生在明星身上。美国肯塔基州失业者 David Lee Edwards 买彩票中了4100万美元，税后到手2700万美元后，他买别墅、买豪车、买戒指、买中世纪盔甲藏品，还把钱花在赛马、飞机和毒品上。短短12个月，他就花掉了1200万美元。12年后，他死在一家仓库里，分文不剩。这些都说明了，挣到钱和拥有财富是两回事。Thomas J. Stanley 把高收入人群分成2类，一类叫收益表充盈者 Income Statement Affluent， 他们收入很高，但钱主要流向消费，最后账上资产不多。另一类叫平衡表充盈者 Balance Sheet Affluent， 他们会把收入沉淀成净资产，关注的是财务独立，而不是消费排场。Stanley 还给出一个很直观的公式：年龄乘以税前年收入，再除以10，
得到你大致应该拥有的净资产。比如一个58岁、年收入10万美元的人，理论净资产应当是58万美元。调查发现，资产排在前 25% 的平衡表充盈者，实际财富是这个数字的 2.49 倍，也就是约144万美元。而排在后 25% 的收益表充盈者，财富只有预期值的 66.5%， 也就是 37.99 万美元。表面上两个人都在赚很多钱，但一个人在积累财富，另一个人只是把高收入换成了高消费。广告和媒体总爱把富人的生活拍成豪车、游艇和奢侈品，但大量研究表明，现实中的百万富翁日常消费远没有那么夸张。Stanley 和 William Danko 曾向1000名美国高收入者发出包含249个问题的调查问卷，这些人平均年收入约370万美元，结果很出人意料。在穿着上，一半受访者从没买过超过399美元的西装，没买过超过140美元的鞋，也没买过超过235美元的手表。汽车方面，50%的人从没买过超过 2.9 万美元的车， 95% 的人没买过超过 6.9 万美元的车。除了少数继承财富的人，大多数百万富翁买车的平均花费只有 2.7 万美元，只比美国普通人高出 22%。 而且最受欢迎的车不是法拉利，不是兰博基尼，而是福特。这种节俭甚至体现在非常细的地方。90%的百万富翁请客时买的酒不会超过26美元一瓶。70%的人会把旧鞋拿去修，而不是直接换新。一半的人会修旧家具，一半的人因为长途通话太贵而更换电信服务商。住房方面，75%的人住在1978年以前建成的房子里，房屋总价中位数约75万美元，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后续升值带来的结果。39.9% 的人已经还清全部房贷。这项研究进一步把高收入者分成两组：庞大财富积聚者和少量财富积聚者。两组人的年收入都差不多，分别约73万美元和 71.5 万美元，但前者平均财富达到750万美元，后者却只有40万美元。前者每年在服装上花8700美元，在汽车上花 1.2 万美元，后者在服装上花3万美元，在汽车上花 7.2 万美元。区别不在于谁赚得更多，而在于谁能够把收入留下来。所以真正决定你能不能变富的，往往不是收入高低，而是你有没有本事抵抗赚得多就该花得更好的本能冲动。财富不是靠表演富有积累出来的，而是靠长期量入为出沉淀出来的。知道该省钱是一回事，真正把钱留下来是另一回事。很多人存不下钱，不是因为收入太低，而是因为收入一涨，消费标准也跟着涨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得先建立一种财富节流机制，让钱在还没被欲望消耗掉之前，先沉淀进资产里。第一种办法是利用房地产做强制储蓄。只要买了房，并设置较高的还款率，每个月就必须拿出固定资金去还贷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利息占比下降，本金占比上升，你的净资产也会被强制一点点累积起来。虽然看起来房地产不像股票那样灵活，但这恰恰是它的优点，因为它逼着你长期坚持。第二条纪律更直接，每次收入增加时，把增量部分的 50% 直接投入长期投资。比如一个人月收入3000美元，原本每月存 15%， 也就是450美元。后来收入涨到4000美元，多出来1000美元，那么其中500美元应该直接进入储蓄或投资账户，这样月存款就从450美元升到950美元，储蓄率从 15% 提高到 24%。 如果月收入再涨到5000美元，再把新增1000美元的一半，也就是500美元存起来，那么月存款就变成1450美元，储蓄率升到 29%。 这个办法的好处在于，它既允许生活改善，
也能让财富同步增长，而不是被消费完全吞掉。但只靠知道该怎么做还不够，很多人真正缺的是持续执行的动力。所以，接下来就要把储蓄和投资跟长期目标绑在一起。一个有效的方法是给自己设定10年期财务目标，并把目标写下来。10年比1年更合理，因为人们常常高估自己1年内能做到的事，却低估10年能积累出来的结果。比如，你的目标是10年拥有100万美元，那么第1年不一定非要赚到10万美元，更现实的方式是先从2.5万美元或5万美元开始，接受财富会呈现指数式增长，而不是线性增长。美国作家 Thomas Corley 曾用5年时间对富人和穷人的习惯做长期观察。研究里，富人的标准是年收入超过12.5万美元，资产超过250万美元；穷人的标准是年收入低于2.75万美元，积蓄少于4000美元。结果发现 62% 的富人每天关注自己的目标，2%会把目标写下来，而在穷人群体中，这个比例只有 6%。 目标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一旦你反复确认目标，很多选择就会开始围绕它重新排列，潜意识也会更容易把注意力投向真正有利于长期积累的方向。到了财富保有阶段，最重要的往往不是多做什么，而是先搞清楚不要做什么。很多人以为把钱交给私人银行或理财顾问，自己就能更省心地实现财富增值。但这些机构的核心角色首先是销售，其次才是顾问。他们最愿意卖给你的通常是主动管理型基金 Active Management Funds， 也就是由基金经理挑选股票，试图跑赢市场的产品，因为这种产品能为银行和顾问带来更高的佣金和管理费。问题在于，普通投资者在市场里的对手不是隔壁邻居，而是全球最专业的一批职业选手。桥水基金 Bridgewater Associates 创始人 Ray Dalio 曾管理约600亿美元资产，他自己都说，哪怕有40年经验和1500人的团队，在市场里竞争依然极其艰难。既然连这种级别的机构都很难持续占优，普通人靠一点顾问建议就想长期轻松跑赢市场，概率其实很低。更现实的问题是费用。德国学者 Gerd Kommer 计算过，假设你有10万美元，投资30年，扣除费用前的年回报率都是 8%。 如果买低费率的被动型 ETF 基金，年费大约 0.5%， 30年后净收益约 87.5 万美元。如果通过理财顾问投入主动管理型基金，年费按 2% 计算，30年后净收益只剩 57.4 万美元。仅仅 1.5个百分点的年费差，30年就会吞掉30万美元利润。为了替这种高费用合理化，金融机构最常用的一套说法就是把波动性 volatility 直接等同于风险。他们告诉你，价格起伏大，所以风险高。但经济学家 Michael Kapler 举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股票 A 每个月跌 15%， 股票 B 第一个月涨 10%， 第二个月涨 5%， 第三个月涨 15%。 按波动性定义，股票 B 更不稳定，好像风险更高，但实际结果是，持有 B 的人赚了 32.8%， 持有 A 的人亏了 38.6%。 可见，真正的风险不是价格上下晃动，而是本金发生永久性损失。从这个角度再看分散投资，很多顾问会建议你把钱分散到大量资产里，理由是这样更安全。但 Buffett 一直提醒，分散投资本质上是防范无知的做法。当你并不真正理解自己持有什么时，才需要过度分散。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追求一种看上去很专业的复杂组合，而是先识别掉那些高费用、低胜率，容易让你长期吃亏的陷阱。就算你绕开了理财机构，自己投资时也很容易掉进另外2个常见的心理陷阱。第一个叫本土偏好 Home Bias， 就是因为熟悉本国市场，就误以为它更安全。
研究显示，美国投资者持有的股票中 93.8% 是本国公司，日本投资者更夸张，达到 98.1%。在房地产上也一样，菲利评级机构2014年的研究发现，德国机构投资者把 63.3% 的房地产资金投在德国本土，而投向亚太成长型市场的只有 1.4%。这种做法看似稳妥，其实可能会错失全球更好的机会。研究估计，本土偏好造成的收益损失大约在 1% 到 9% 之间。单看一年也许不惊人，但把时间拉长，差距会被复利越拉越大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偏好很多时候并不来自理性分析，而来自一种情绪上的熟悉感。熟悉不等于安全。第二个陷阱更常见，叫后视镜投资 （Rearview Mirror Investing）。简单说，就是根据过去的上涨，推断未来还会继续涨，然后在最热的时候冲进去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德国股市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。1996年 DAX 上涨超过 27%。1999年，德国人向股票型基金投入353亿欧元。到了2000年初，乐观情绪冲到顶点， DAX 突破8000点，媒体天天在讲股市如何让普通人快速变富。结果接下来市场转向，到2002年 DAX 跌到2593点，跌幅达到 44%。大量在高位入场的投资者承受不住账面缩水，纷纷卖出股票基金。德国股票型基金新增投资额也从1999年至2000年间约1100亿欧元的高峰，骤降到2002年的29亿欧元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大多数人不是根据资产的内在价值判断，而是根据最近谁在赚钱做决定。涨得越快，越多人相信它还会涨；跌得越狠，越多人相信它完了。耶鲁大学经济学家 Robert Shiller 对全球股市5年期变动做过研究，结论很有意思。过去5年涨得最好的国家里，有2/3在接下来5年反而下跌；过去5年跌得最惨的国家里，94%在之后5年迎来了平均122%的上涨。也就是说，过去的热度往往正是未来风险的来源。同样的逻辑还发生在美国房地产泡沫里。1999年到2006年，标准普尔房价指数从92涨到189，几乎翻倍。房价连年上涨，让很多人误以为房子只会越来越值钱，结果催生出大量刺激抵押贷款。等到房价下跌，问题就全面爆发。有个叫 John Paulson 的对冲基金经理，他没有盯着过去10年的房价曲线去下注，而是去分析抵押贷款本身的质量。他发现借款人真实的偿付能力根本撑不起这些债务，于是通过购买信用违约互换 CDS 做空市场，最终赚到约200亿美元。别人看的是过去涨得多不多，他看的是底层资产到底值不值，这就是2种完全不同的投资逻辑。既然大多数人难以持续跑赢市场，那么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更可行的做法是先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，采取一种不可知态度 agnostic attitude， 不假装自己能准确预测市场，不执着于猜短期涨跌，而是把重点放在长期、低成本、可执行的策略上，放弃挑选个股，转向低费率的被动型 ETF。 这一点连巴菲特都反复强调。他在2013年写给股东的信里说，非职业投资者不应该把目标放在挑选赢家上，而应该持有一批有代表性的企业，一支低成本的标普500指数基金就能做到这一点。2008年，巴菲特还和纽约资产管理公司 Protégé 伙伴公司打过一个100万美元的赌，看5名顶尖对冲基金经理10年后能不能跑赢标普500。截至2014年初，标普500上涨了 43.8%， 那5只对冲基金只涨了 12.5%。 但就算知道该买 ETF， 大多数人还是会在执行环节出问题，涨的时候贪，跌的时候怕。所以作者引入了尤利西斯策略 Ulysses Strategy。 希腊神话里，
尤利西斯为了不被赛人的歌声诱惑，让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。对投资者来说，这根桅杆就是机械纪律，不管市场涨跌，每月定期投入同样数额，不因为乐观而追高，也不因为恐慌而中断。你不需要猜什么时候是最低点，只需要让自己稳定留在市场里。除了股票，房地产在财富增长中也具有独特的结构优势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杠杆。买股票时，银行通常只愿意提供 50% 左右的贷款，而且市场下跌时，投资者可能被要求追加保证金，甚至被迫卖出资产。而购买房地产时，贷款比例通常可以达到 80% 甚至更高。只要租金和现金流能够覆盖还款压力，即使房价短期波动，投资者依然可以继续持有资产。正因为房地产具有这种长期融资和现金流支撑的特点，它成为许多人积累财富的重要工具。Rainer Sitelman 曾在2004年投资过柏林新克尔恩的一栋公寓楼，当时这个区域被普遍认为是柏林最差的地段之一，空置率高，媒体普遍看空。但他看到的是，负面预期已经充分体现在价格里。一栋24套住宅的公寓楼，年净租金 15.1 万欧元，售价只有102万欧元，相当于租金的 6.8 倍，初始毛收益率接近 15%， 加上税费和初期维护，总成本为 121.5 万欧元，而银行提供了总计 124.2 万欧元贷款，几乎完全覆盖成本。也就是说，这笔投资几乎没动用他的个人本金。之后，他用租金持续还贷，把最初还款率定在 6%。到2015年3月底，剩余债务只剩 22.4 万欧元。后来这栋房产以420万欧元卖出。即便不考虑最终售价暴涨，光靠高租金覆盖债务，持续还本，这本身已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资产积累方式。只要价格足够便宜，现金流足够扎实，判断基于独立分析而不是市场情绪，房地产就可能成为普通人构建财富的重要工具。富人的逻辑是一本讲述普通人如何积攒并留住财富的书。财富的起点往往来自更强的自我效能，来自敢于摆脱单纯依靠工资的路径，来自把推销能力和诚信变成自己的长期优势。财富的中断，关键不在于赚得多，过得体不体面，而在于能不能把收入节流下来，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净资产。财富的后段，则是识别投资世界里的种种误区，不迷信顾问，不迷信过去的涨幅，不被市场情绪推着走，而是依靠低成本、长期持有和机械纪律，让资产慢慢增长。财富不是消费出来的，也不是预测出来的，而是靠长期自律积累出来的。真正让一个人慢慢变富的，从来不靠一次押对的幸运，而是一整套能长期执行下去的原则。这里是文澜小屋，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，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，慢慢变富。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欢迎帮忙点赞转发，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您的举手之劳，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。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，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，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。感谢您看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